只因啰嗦了几句，他便毁掉了女儿的人生。在此之前，妈妈总是当着他面抱怨家里有多穷多困难，而在他身上又浪费了多少钱。即便如此，女孩还是被妈妈送去了最昂贵的私立高中读书，学校遍地富二代，敞篷跑车最新款，豪华越野随处都是。对比自己家的破旧二手车，这中间的差距让他无时无刻不在尴尬，所以总是让爸爸远远停车，自己步行去学校。贫富差距和心里的不甘，再加上妈妈的愧疚式教育，让他的青春变得苦涩难言。他最大的梦想是在高中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这样才无愧于自己的青春。也正是这样的想法，导致了一系列足以击溃他的事情发生。在学校音乐剧的选拔上，他遇到了让他怦然心动的男生，悄悄将男生的名字写在了床头，还在超市和他装偶遇。Hey. Hi. 两人一起坐在操场上聊得不亦乐乎，他纯真甜美的笑容让男孩也忍不住心动。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，在女孩三番五次的拉扯后，男孩情不自禁地吻上了她。只是此时正满心幸福的他不会想到，这条爱情之路远比他想象中要曲折太多太多。意乱情迷的伯德想要进一步发展，可丹尼却拒绝了。他温柔地说想将最美好的那一夜放在结婚那晚。伯德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以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，隔天就去挑选了最漂亮的裙子，然后跟着丹尼来到了他奶奶家。他很享受一点点了解丹尼的过程，也很期待能融入到他的生活中。丹尼承载着伯德对爱情和未来生活的全部憧憬和幻想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无意中看到了丹尼和一个男生接吻的画面。伯德设想过两人会因各种原因分手，却唯独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原来那晚不想碰他不是尊重和温柔，单纯是对他不感兴趣。明明被伤害的体无完肤，可当丹尼上门求他不要将自己的取向说出去时，伯德瞬间心软了。Don't worry. 他依旧恨透了丹尼，但此时除了恨，又多了一丝丝心疼。而为了治愈内心的伤痛，伯德计划立刻投入下一段恋情。女孩透过玻璃看着门外那个清秀儒雅的小男生，眼神中立刻升起了浓浓的向往。于是下一秒 Hey. Well, I saw your Thanksgiving show. My name's Ladybird. 他们聊得很投机，直到老板催女孩回去干活，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回去后，女孩立马将他的名字写在了床头。得知男孩现在正在暗恋一个女神，于是为了能和男孩有共同语言，他开始想方设法与女神接触。当伯德得知女神讨厌一个老师时，他立马提出要帮女神报复那个老师。两人恶搞了老师的车，也由此建立了初步的信任。跟随着女神，他终于有机会再次见到了那个男生。凯尔是个十足的愤青，三句话不离政治和社会现状。伯德虽然不感兴趣，却愈发觉得这样的凯尔魅力十足，于是两人很快就确定了爱情。只是为了能一直和女神混在一起，他用撒谎的方式将自己装扮成了富二代，但他缺少富二代的真正经历，所以和女神根本没有共同语言。有些孤独的他想继续去找曾经的好朋友，可好朋友以为他是见利忘义的小人，不再想和他有任何接触。气急败坏的伯德和对方大吵了一架，心情极度抑郁的他在反堕胎讲座上和老师顶起了嘴。 Listen, if your mother had had the abortion, you wouldn't have to sit through this stupid assembly. 此事影响巨大，伯德受到了停学的处罚。妈妈对此无比恼怒，说他每天如此辛苦的工作，全都是为了伯德。伯德越听越烦躁，尤其是那些富二代接触多了后，他越发觉得家里这么穷，都是父母太无能。Give me a number. I don't understand. You give me a number for how much it costs to raise me, and I'm gonna get older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write you a check for what I owe you so that I never have to speak to you again. Well, I highly doubt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a job good enough to do that. 伯德根本没时间生气或悲伤，因为女神已经识破了他假富二代的身份。更糟糕的是，女神并没有因此而生气，仿佛伯德是个什么样的人根本不重要，因为他从来也没把伯德当回事，只不过是众多小跟班中的一员罢了。伯德内心很受伤，于是就想从凯尔那里得到安慰。他将自己最美好的第一次交给了凯尔，可这并不是凯尔的第一次。伯德对这个结果无比厌恶，他质问凯尔为什么一开始要骗他。凯尔试图为自己辩解。 Shut up! Shut up!
原本以为随着凯尔起身，这段爱情就该结束了，可伯德却又忽然问道 Are we still going to prom together? 一开始伯德无喜无悲，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状态。开车来接他的妈妈看出了异常，一句你还好吗，直接让伯德彻底崩溃了。It's okay. It's okay. 妈妈没有进一步追问，她带着伯德去看了很多漂亮房子，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目标。从这天起，伯德重新振作了起来，他成功进入了纽约一家学校的候选名单，之前被整蛊的老师也原谅了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尝试着去诉说自己的想法。当母亲言语刻薄的说伯德挑选的裙子不好看时，他立刻反驳道 Why can't you say I look nice? I thought you didn't even care what I did. I still want you to think I look good. Okay, I'm sorry. I was telling you the truth. You want me to lie? No, I mean, I wish that you liked me. Of course I love you. But do you like me? I want you to be the very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that you could be. What if this is the best version? 妈妈哑口无言，伯德满是失望。有些父母似乎习惯了打压式教育，孩子永远无法在他们口中听到任何赞美。毕业舞会这天，伯德穿上了他认为最漂亮的裙子，去见了他以为自己最爱的男生。不管发生了怎样的矛盾，他只想为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。可半途凯尔却说不去舞会了，想要去朋友家喝酒。伯德下意识地随声附和，可随后却越想越气。他对这个舞会有多重视凯尔很清楚，凭什么一点都不在意他的感受？ I actually want to go to prom. 他的自我似乎在这一刻终于找回。其他几人对他的想法不屑一顾，伯德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在闺蜜家下了车。关上车门那瞬间，伯德和这场青春懵懂时做的糊涂梦彻底告了别。他温柔地安慰着同样受了情伤的闺蜜，一起享受美食的快乐，随后还蹦蹦跳跳地去参加舞会。灯光摇曳的暧昧场合，荷尔蒙气息在急速飙升。可伯德却不再迷醉那些，他只享受和闺蜜在一起那简单的傻乐，相互依偎取暖，治愈曾经。两人散步于星空下，交心于长河旁。一想到自己差点因为一个渣男而失去这么好的朋友，伯德就想给自己2巴掌。其实他已经得到了纽约读书的机会，可代价是彻底离开这个小镇。只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伯德，已经看清了很多事情。他想继续留在这座小城镇，做着平凡的自己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可此事很快被妈妈知道了，她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这种被无视的滋味让伯德很难受。Please, Mom. Please. I'm so sorry. I didn't mean to hurt you.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've done for me. I'm ungrateful and I'm so sorry. I'm so sorry. I wanted more.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伯德同意去遥远的纽约读书。临走前还用油漆抹掉了那2个名字，曾经他最迷恋的2个人。回想起来却只有恶心和伤痛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。迎着明媚的阳光，母亲亲自开车送伯德去机场。害怕离别，于是他坚持要让伯德自己进去。可下一刻，他便在车里哭得稀里哗啦。最后的最后，妈妈还是忍不住的重新回到了机场。她疯狂地朝机场里跑去，却发现女儿已经走了。It's okay. She'll be back. She'll come back. 收拾行李时，伯德意外发现了妈妈写给他的信，那些曾经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赞美和爱，妈妈全都用文字的方式写了下来。伯德看得感动至极，仿佛整个人都被暖洋洋的温泉包裹着。可父亲打电话却说，这封信是他偷偷塞进去的，因为妈妈即便是已经写在了纸上，依旧不好意思让伯德看到。他明明爱得那样热烈，每天却又说着违心的打压式的话，这或许是很多父母的通病。从此之后，伯德感觉自己的心终于完整了。于是当对他有好感的男生问他名字时，他自信地说 Christine? My name is Christine. David. 是的，克里斯汀才是他的真名。之前他嫌这个名字土，于是给自己取外号叫伯德。可现在他已经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全部了。
只是越是这样，他就越思念那个生他养他的女人。曾经克里斯汀是多么想要逃离妈妈，但现在想想，他想逃离的其实是自己的未来。他害怕继续和妈妈生活下去，最终也会变成妈妈那副模样，整日为柴米油盐操劳，为丈夫和孩子忧愁，怨天恨地，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，一辈子困死在那个巴掌大的小镇上，做着差不多的工作，见着差不多的人，过着差不多的生活。可经历了种种之后，他恍然明白，这一切并不全是妈妈的错，更不该为此嫌弃她、诋毁她。或许他才是那个最需要温暖和安慰的人。好了，这里是野人电影，喜欢的关个注，谢谢。